在现实生活中，有证据显示，我们身边存在着一些拥有超能力的人。这些人看似先天就拥有某种特殊的能力，但事实并非如此，一切很可能与外星人有关。曾在美国海军服役过的科学家威廉·汤普金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我们揭开了这其中的秘密。第61届奥斯卡的获奖电影《雨人》讲述的是一个自闭症患者的故事。这个患者的名字呢，叫做雷蒙。与普通自闭症患者不同的是，他有着远超常人的记忆能力。一堆火柴掉在地上，只要他之前瞥过一眼，就能准确地说出它们有多少根。而雷蒙这个人其实有着生活当中的原型，他就是金·匹克。金·匹克呢，同样有着超强的记忆能力，任何人只要把出生日期报给他，他就可以准确地说出那天是星期几，以及那天报纸的头条新闻是什么。他能像电脑那样做到准确无误，而这种超强的瞬间记忆力，其实呢也能算作一种超能力。与金·匹克相比，威廉·汤普金斯的能力还要更胜一筹。在汤普金斯小的时候，他们一家人住在洛杉矶的海边，海边附近呢有个军港。在那个年代里，海军为了展示军威，允许当地的普通居民进入海湾里的军舰内部随意参观，只要是不拍照那就可以。生活在海边的孩子大多数都喜欢船，汤普金斯的父亲便经常带着家里的2个儿子去参观军舰，每次去都好像度假一样，让2个儿子十分开心。而回来之后呢，心灵手巧的汤普金斯就可以凭借记忆原原本本的把那些军舰做成模型，就连军舰里边的一些细枝末节也能做到丝毫不差。他做好的模型呢，就如同艺术品一般精致。父亲也很愿意把它们展示给周围熟悉的人。日子久了，汤普金斯和他的军舰模型在附近变得很有名气，甚至有一家百货公司愿意付钱来帮助他们在商店里展览这些模型，以吸引更多的购物人群。在1942年年初的某一天，有2位海军军官在逛街的时候，偶然间发现了这些模型，这让他们大惊失色，因为模型上的炮塔和雷达的位置都与军舰上的真实情况不无二致，而这在当时尚属于一种军事机密。2个人赶忙追查起了模型的制作者来。令他们更吃惊的是，模型的制作者居然是一位只有17岁的高中生。汤普金斯一脸认真地向他们展示了自己海量的透视草图，还熟悉地讲解起他是如何还原出了这些军舰。这让2名海军军官意识到，汤普金斯有着连自己都没发觉的特殊能力。很快，海军就特招汤普金斯进了情报处，没过多久，他就发挥出了重要的作用。同年2月，美国军方在洛杉矶发现了一艘坠毁的 UFO， 汤普金斯呢被委任参与到了这艘飞船的研究工作。从此之后，汤普金斯的工作彻底和 UFO 挂上了钩。从海军退役之后，他在不同的智库当中工作，也参与设计过不少太空飞船，甚至在美国的阿波罗登月计划当中都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那么在人才济济的美国军方当中，为什么汤普金斯这个连高中都没毕业的小人物能直接参与到 UFO 研究那样的重要项目当中呢？事实上，汤普金斯的能力远不是只有超强的记忆力那么简单。在他的头脑当中啊，经常会出现一些特殊的图像，虽然这些图像呢转瞬即逝，但是他却能用笔将它们忠实地记录下来。而这些图像当中，有些就是先进舰船的设计图。后来汤普金斯呢重新回到了大学校园，拿到了工程的学位。但是汤普金斯却表示，他的那些设计图啊，并非出自大学里学到的知识，而是由脑海当中的那些灵光一闪的图像当中捕捉而来。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
汤普金斯脑海当中的那些图像又是从何而来的呢？那些先进的设计图又是由谁放入他脑中的呢？汤姆金斯本人对此呢也是百思不得其解，这个谜团一直困扰了他20余年。后来还是一位智库的长官给了他答案。某一天，那位长官约汤普金斯进行了一次长谈。长官很直接地对他说道：你那些设计图其实都是外星人以心电感应的方式直接送到你的脑海当中的。长官继续说着令汤普金斯更为惊讶的话：其实你在很小的时候就被外星人选中，并且特意培养了，所以你才会从小就痴迷于军舰，只是你自己对此浑然不知罢了。长官看着汤普金斯错愕的表情，又接着说道：事实上被选中的人可远不止你一个，那么被外星人选中的人还有谁呢？咱们下期接着聊。好了，今天的故事啊，咱就讲到这里。如果您觉得这故事讲的还不错，可一定要点击下方的免费订阅按钮，您就能听到最新的内容。当然了，您还可以在评价里给我点个5星好评，也让我呀有动力能够长期的更新下去。在此呢，感谢各位。上一期呢，我们说到了智库的长官告诉汤普金斯，他不是唯一被外星人选中的人。这件事情不但美国政府知道，当时的纳粹德国也是非常清楚。德国人呢收集了一份多达1400人的名单，这些人呢分布于各行各业，有工程师、军人、教师，也有负责耕种的农民。德国人呢一旦找到这些有超能力的人，就会马上以家人的性命相要挟，逼迫他们在庞大的地下设施里建造先进的航天器和秘密武器。直到二战结束，美国海军的情报人员才在位于德国的地下基地当中找到他们。这些特殊的人才呀，连同基地里的其他科学家以及各类的文件和武器系统都被美军一起转移到了美国。与此同时，也有不少部分特殊人才和专家学者被苏联军队带走。听了智库长官的话，汤姆金斯的心中变得豁然开朗。那些困扰他多年的谜团到了此时终于有了答案。不过智库长官的话呀还没有说完，智库长官用略带戏谑的语气说道：你无论如何恐怕都不会想到，你身边的那个金发碧眼的女秘书杰西卡其实就是个活生生的外星人。在地球上常见的外星人呢，总共就有那么4种，他们分别是蜥蜴人、蚂蚁人、小灰人以及北欧型外星人。蚂蚁人、小灰人以及北欧型外星人，这些外星人互相制衡，没有任何一方势力可以做到一家独大，因此呢，普遍地球人的生活并未受到外星人存在的相关影响。他们当中的北欧型外星人似乎一直在帮助美国，杰西卡呢就在北欧型外星人当中的一员。但是汤姆金斯呢却从未在他身上发现任何异样，至少他在外观上看起来就是一位有着欧洲血统的普通人。在得知杰西卡是外星人之后啊，汤姆金斯开始回忆这杰西卡身上的点点滴滴。他很快想到，杰西卡似乎总是在他开口之前就猜到了他下边想要表达的话。之前他以为这属于杰西卡善于察言观色，但此时看来呀，杰西卡确实能应用读心术之类的特殊能力了解他的想法。另外，杰西卡呢经常会在关键时刻不动声色地给他提一些建议，这些建议呢有技术方面的，也有其他方面的。之前呢，由于杰西是十分擅长选择提建议的时机，所以呢，汤姆金斯总是不自觉地忽略了此事。如今看来呀，杰西卡对于他的帮助实在是太大了，这也让他的心目当中产生了不少感激。很快，
汤姆金斯又想起了一件令他印象深刻的事。不久之前，他曾和几位同事一起讨论过里斯地图的问题。当时呢，杰西卡肯定他做出了一个答案。里斯卡地图呢是16世纪由奥斯曼帝国海军上将皮埃尔里斯绘制的一幅世界地图。它除了精准地显示了欧洲、非洲和美洲的海岸地形外，还把南极大陆都给标了一个准。终年白雪覆盖的南极大陆直到1820年才被探险家所发现，而南极大陆海岸线的形状更是到了1949年才被科学家以地震探查的方式间接地描绘出来。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科学家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探测出来的南极海岸线居然和400年前里斯地图里描绘的形状是相差无几。那这也是让这个汤姆斯大感奇怪，他甚至怀疑过绘制地图的皮尔里斯是通过穿越时空的方式回到16世纪的本来人。更让人不解的是，里斯的地图当中描绘的南极大陆似乎是冰雪融化后的样子。汤姆金斯和同事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道，南极大陆的冰什么时候融化过？这个时候，杰西卡正好也在众人身边，只好呢，他用十分笃定的语气说道，这地图是在最后一个冰河时代画的。杰西卡所说的时间节点大约是在13000年左右的新仙女末期。皮尔里斯并非那个时代的人，因此同事们呢都将杰西卡的话当成了一句玩笑话，也就没有什么在意。此时呢，既然得知了杰西卡是外星人，汤姆斯金斯意识到当时杰西卡说的那句话很有可能就是实情。那么皮尔里斯难道真的同外星人一起穿越了时空吗？或者地图根本就不是那个皮尔里斯画的吗？总而言之，要么外星人在1万多年以前就曾经造访过，要么就具备穿越时空的能力，他们才来到地球。无论真相究竟是如何，外星人的科技明显是比地球人先进得多，这也是让汤姆金斯对于杰西卡变得肃然起敬。不过智库长官却特意嘱咐汤姆金斯不要改变对待杰西卡的态度，更不要向他提出任何问题。就这样，汤姆金斯只能故作自然地继续与杰西卡和睦相处。2016年，汤姆金斯出版了一本自传，书的名字就叫《被外星人选中》。那么汤姆金斯又在书中说了哪些内容呢？咱们下期接着聊。好了，今天的故事咱就讲到这里。如果您觉得这故事讲的还不错，可一定要点击下方的免费订阅按钮，您就能听到最新的内容。当然了，您还可以在评价里给我点个5星好评，也让我有动力能够长期的更新下去。在此呢，感谢各位。上一期呢，我们说到了汤姆金斯呢，在2016年的时候出了一本名为《被外星人选中》的自传。在这本自传当中呢，他向读者分享了大量自己年轻时的故事。汤姆金斯呢，在书中略带调侃地写道，这些事情都是在当年可能都是国家的机密，不过现在过了保密期限了，允许说了，所以我觉得自己有责任让大家了解到与外星人有关的真实情况，特别是当年阿波罗登月计划的真相。由于汤普金斯多年来一直在从事 UFO 方面的研究，因此阿波罗计划开始之前，他就顺理成章地参与到这个项目当中，这让他对于阿波罗计划的相关言论有着极高的可信度。按照汤普金斯的说法，阿波罗登月计划在当年其实呢是按照3步进行设计的。第一步呢就是登上月球，第二步就是在月球上建立基地，
第3步呢，就是在适合居住的星球上打造基地，再扩展到最近的12个恒星系。汤普金斯主要负责第2步计划当中的相关内容。美国军方最早要求汤普金斯参与设计的一个能容纳2000人的月球基地。虽然设计的图纸早就完成了，可基地的建设工作却从来没有真正开始过。阿波罗登月计划在完成第1步之后就被迫终止。美国政府曾经宣称计划终止的原因是由于经费不足，但是汤普金斯却在书中披露，计划终止的真正原因是因为有外星人进行了干预。他还在书中呢讲述了相关的细节。当时被派去打头阵的阿波罗8号飞船曾在军方的授意下进行了绕月飞行，并拍下了大量月球表面的照片。飞船原本呢要在月球上的宁静海地区着陆，可宇航员却意外的在该地区拍摄到了6座金字塔结构的建筑，这让他们对于登陆变得犹豫不决。据说这6座金字塔结构的建筑呢呈几何形状规律排列，它们的排列顺序呢像极了猎户座的3颗星，也因此显得格外神秘。除了这6座金字塔结构的建筑之外，阿波罗8号还在月球上的其他区域拍摄到了一些建筑废墟，或是一些矩形建筑。而在飞船拍摄的这些照片的同时呢，远在地球的汤普金斯还曾2次收到过有关月球的心电感应。汤普金斯呢，在大脑当中真切地看到，月球并不是自然存在的，而是由高等智慧的生命放置在那儿的人工设施。月球的内部是空心的，里面有大量的城市，城市面积相当于美国的48个州那么大。在汤姆金斯的脑海的影像当中，他还看到月球内部有数百个控制中心，以及蜂巢一样的透明建筑，里面还有数不清的实验室，用于军事、医疗等方面的研究。汤姆金斯认为，月球里外的这些建筑就是外星人建造的基地，他们早就在那儿了。因此，人类若想登陆月球，势必就要经过他们的同意。可人类没有办法与外星人直接取得联系，因此阿波罗计划只能按照既定目标来执行。1969年6月20号，登月飞船阿波罗11号成功发射，并最终着陆月球宁静海。当时全球有6亿人观看了这场登月直播，这让所有人都进入了一种十分亢奋的状态。然而直播信号却意外地出现了中断，官方给出的解释却是信号中断是通信受到干扰所造成的。但是汤普金斯却在书中披露，当时的后台通信并没有中断，消失的画面是被人工砍掉的。因为宇航员亲眼目睹了外星人的 UFO， 而这时还不能让普通人知道外星人存在的事，所以 NASA 最终是人为制造了一场直播中断的事故。2017年，汤普金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当年的阿波罗11号的宇航员在飞船着陆月球的一瞬间，就看到了数艘体积庞大的外星人飞船。好了，今天的故事咱就讲到这里。如果您觉得这故事讲的还不错，可一定要点击下方的免费订阅按钮，您就能听到最新的内容。当然了，您还可以在评价里给我点个5星好评，也让我有动力能够长期的更新下去。在此呢，感谢各位